门注意，各部门注意！由于基地内突发机甲失控，全体进入1级警戒，全体进入1级警戒。怎么回事？又是机甲失控，还发生在基地内。Bronya， 太好了，你平安无事。班长，发生了什么？我也不知道，现在基地里一片混乱，远程通讯也无法使用。其他人呢？博士们被困在保险库附近，学院长和瓦尔特先生封锁了机库，希尔他们在帮忙疏散人群。提安娜还没联系上，可能已经先一步去其他区域迎敌了。看来得等骚乱平息后，才能追根溯源了。当务之急是与2位博士会合。保险库存放着所有被回收的千人律者核心，绝对不能失手。怎么回事？有种糟糕的预感。但愿这种不安的心情，只是布隆尼亚多虑了。这是傀儡核心，这不是人偶的能力吗？人偶？怎么会？敌人还在源源不断的出现，基地里的机甲都失控了。看来事态比我们想象的要更严重，得加快脚步了。Target locked. Fire! 爱因斯坦博士，特斯拉博士，谢天谢地，可算有人来了。究竟发生了什么？为什么基地内的机甲会突然失控？我才想问这个问题。你们看呐，放在保险库里的几百颗核心就这么没了，没了！核心消失。更确切的形容是消散。警报响起时，我们正在实验室对律者核心的样本做微谱分析，但在分析过程中，样本却突然开始瓦解，能量反应也随之消失。事有蹊跷，我和特斯拉博士马上赶来这里查看其他核心的状态，但当我们来到这里时，回收封存的所有支配之律者核心全都不翼而飞了。有没有可能是外来者入侵基地，偷走了这些核心？经过初步现场勘验，基本排除了这种可能性。房间没有人员出入的痕迹，保管装置也都完好无损。种种迹象表明，核心是从内部凭空消失的。然后就发生了机甲失控的事，结果我们就被困在这儿了，被困在自家基地的一处小角落里，动弹不得。我们这儿也有个坏消息，机甲的状态与之前被律者操控时的样子一模一样，甚至在他们身上发现了傀儡核心。布罗尼亚姐姐，希尔，学院长，太好了，你们都在这儿。德丽莎女士，外面情况如何？失控的机甲已经全部镇压，工作人员都撤进了避难所，没有人员伤亡，孩子们也都保护起来了。只是，你们看见提安娜了吗？没有，我以为她和你们在一起。特斯拉博士，能试着追踪提安娜的手环吗？我已经在操作了。诶，信号外，手环坏掉了吗？不可能，这装置是我亲自做的，不管它在天上地下哪个角落，绝对能找到。除非他现在身处于某个不属于现实的空间。是用空之律者的力量进入虚数空间了吗？不，那样监测数据会留下一段急剧上升的曲线，表示他在空间移动前使用能力的状态。但现在并没有这样的记录。提安娜，难道？到处都找过了，没看到他。但是，在凯亚娜的卧室里发现了这个，虽然只有手掌大小，但这个造型的确是人偶，而且
还是完整的。人偶又出现在了盐湖基地。喂，等等啊！不要擅自推进话题啊！你们该不会是说千人律者复活了吧？我们可是费了好大劲儿才把他们全部干掉的。这会儿又怎么了？什么？这是怎么回事？这些人是，他们看起来都有些奇怪。这个人明明正在做饭，却突然把菜刀指向了边上的人。那边那个则是说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，台下的人叫他也不理，简直就像是失去了自我一样。等一下，这些人里有好几个熟悉的面孔。当然熟悉了，这些都是之前被确定为人偶宿主的人。这几周我们一直在监视他们的状态，明明之前什么事都没有的，所有人都恢复了正常，可是为什么几百个人一下子都出事了呀？虽然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，但特斯拉不是。能解释这一切的结论只有一个：第10律者卷土重来了。喂，鸡窝头，为什么你还能这么冷静啊？难道你早就预料到了？不，我也很吃惊。只是在分析这些核心结晶的时候，我一直在思考最坏情况存在的可能性。最坏情况？我们迫于平息事态的压力，对外宣称千人律者灾害已暂告结束，盟主也为了善后始终在外奔波，但那充其量只是观察得到的推论，而没有确凿的证据。毕竟敌人从来没有和我们约定过，他们的个体只有1000个，且不能增值再生。这只是我们根据前文明的记载所做的猜想。如果这都是我们的一厢情愿，如果这正是千人律者希望我们走进的误区，你是想说，诱饵作战反而是对方给我们设下的陷阱？可从数字上来看，每颗千人律者核心的能量等级确实只有普通律者核心1/1000的水平啊！混淆视听的办法有很多，比如人偶的数量只是略微超过1000，总共有1001个，平均到每颗核心，能量差距就变得微乎其微。每颗核心的崩坏能并不完全相同，存在一定的波动差值，使这个差距变得更加模糊。如此一来，他们确实有机会骗过仪器，又或者人偶只是支配之律者全能的附属物，真正的支配之律者仍躲在暗处，只要还有1颗核心在，他就不会被消灭，就有能力复活所有的同伴。牺牲1000个个体，来为一个个体制造唯一的机会，这真的做得到吗？前文明的千人律者并没有这么深谋远虑，但必须承认，他们也在进化。说不定，他反而是至今出现过的所有律者中，人类性最强的。因为知道自己弱小，正面作战难以取胜，所以从一开始就制定了舍身的计划，大费周章，在我们面前来回使用障眼法。他们的目标从一开始就是 Kiana。生锈的铁皮灯在冒，黑暗中孩子在吵闹，台下的观众拍手笑，异色的眼瞳就往外跳。这是盐湖基地预习前发现的演出票，所以预告中的异色眼瞳指的的确是 Kiana。Bronya 是这么认为的，只不过当时为了分散风险，只有 Bronya 和希尔留在盐湖基地，他们才没能得逞。但他们并没有放弃对 Kiana 下手，而是一直在伺机而动。所以当我们提出诱饵作战时，他们明知有诈，却还倾巢而出。因为对他们来说，不论付出什么代价，都要阻止我们真的把 Kiana 送到北极收容所去。然后在今天，等逆商松懈之后，利用失控的机甲解除了基地内的电磁屏障，和支配剧场重新建立起联系，还顺便上演了他们上次没能完成的剧目，一切都符合演出票上的预告。真是够恶趣味的！
所以 Kiana 已经被拖入了支配剧场。从现状来看，可能性很高。这是棘手的敌人，他们懂得扬长避短，是我们低估了千人律者的能力。现在怎么办？再去重新一个一个打倒人偶，回收核心？我们还有那个时间吗？或者像上次一样，引诱人偶带我们进入支配剧场？不，千人律者潜伏了2周时间，为了让外界放松警惕，但同时这也为我们创造了时间，来推进一些2周前还做不到的事。这一次，我们依然要主动出击，主动进入支配剧场。真是稀客啊！什么风把你给吹来了，雷电牙医？维克托，我要和客人单独聊聊。嘘，先别说，让我猜猜看，是不是终于想通，决定接受我的身体检查了？正确的决定，对你，对我，对整个世界都是如此。想一想，一个完全由人类意识主导的律者，你同那些未羽化的雏鸟有着天壤之别。我不是来听你说胡话的。真令人伤心，我可是真心实意的。贝内文托的古城失火案，巴伦西亚的海妖事件，还有开罗的代议人，都是世界蛇记录在案的特殊个体，你对他们很感兴趣。没错，这些家伙行为异常，拒绝与其他人偶往来，总是单独行动。他们的思想中混入了杂质，可能是源于宿主，或是别的影响。毕竟被选中成为支配之律者的有足足1000人，其中有几个古怪的个例很正常，不是吗？现在他们是你的了。不是免费的，对吗3个特殊个体，换你对千人律者的研究成果。这是场交易，接受还是拒绝？给个回答。如此诱人的开价，我当然没有拒绝的理由。跟我来。我想你已经知道了，千人律者的能力是支配、窃夺并控制其他律者核心的全能。他们个体众多，虽然每一个力量弱小，却能结成组织，潜藏在暗处互相配合，伺机而动。前文明纪元的第10律者，并没有这种支配力量。显然，那时也没有像你这样站在崩坏对立面的律者。他们就像是为了对抗你们而诞生的。以律者为猎物，夺取、封印他们的力量，化为己用，不断成长。但有一个说不通的地方。说来听听。如果夺取律者力量是他们的目的，那世界蛇应当是最先被盯上的目标。这是理所当然的。除了我以外，世界蛇还保存着3颗律者核心。以人偶的能力，要打入组织内部也并非不可能。可千人律者并没有这样做。反而在我意外进入支配剧场时，称我为预料之外的客人。那之后，也再没有接近我，这不符合逻辑。合理的推导，客套话就不必了。首先回答律者核心的问题，暂时还只是我的猜想。支配之律者掠夺的是核心的全能，而非核心本身，所以在他们心中，有容器承载的核心具备更高的价值。是因为离体核心能发挥的力量有限。没错，虽说也不是完全不能使用，但如果有人能为其承受代偿，他们自然更为欢迎。既然如此，我对于他们应该有更大的意义。但千人律者似乎始终没有袭击我的打算。我主动进入剧场那一次，
他们也只是做出了一些相当消极的尝试，消极到我事后回想时，觉得他其实是在用一种过于明显的诱导，让我产生警惕，从而回避使用律者全能，以此来掩盖某个事实。他们无法夺走雷之律者的全能，这就是你想要的答案。哼，果然。支配之律者夺取全能的过程，实质上不过是力量与力量的角逐。强存弱亡，将败者纳入自己的支配之下。但倘若他们施加能力的对象拥有更强的力量，夺取就会遭到反抗，演变成角力。如果支配之律者没能赢下这场对决，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但他们的行动已经暗示了答案。人偶个体的力量实在太过弱小，弱小到无法承担这样的风险。他们很清楚，虽然那些半吊子律者做不到，但完全觉醒的你有战胜他们的可能。至少现在，他们惧怕你。这也是我来找你的原因。我能感受到，支配之律者还没有消失，支配剧场依然还存在于某个不为人知的角落。人偶与人偶之间存在着一种未知的即时信息交换，帮助他们共享感官、情报以及夺取来的力量。千人律者就像是被看不见的丝线相连，织成一张巨大的网络，连接起所有的个体和那座支配剧场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应当也能反过来利用这个网络，主动拜访他们的剧场，在他们成长得更强之前。雷电牙医，我们说不定会很投缘。进去吧。这里是你想要的逆向接入千人律者网络的装置。比起说明，还是亲自看一眼更容易明白吧。站远一些。啊，失礼了。他伤不到你。毒鸦在任务报告中提到，你们是先接触了那个玩具一样的小人偶，才被拖入支配剧场的，对吧？没错。而在我们离开支配剧场后，人偶就损毁了。接触这个行为就像某种信号。既然如此，只要对接触的形式稍加处理，再通过回收的核心将信号传输出去，就能从外部主动打开支配剧场的大门。看到了吗？似乎有条线一闪而过。那是空间裂缝，只不过还很微弱，维持时间也短，所以我才需要更多这样的核心。之前说过，这些特殊个体行为古怪，游离于团体的边缘，恐怕其他人偶也把他们当作异类。也正因如此，他们更适合拿来做些手脚，而不被察觉。加上那3枚核心，够了吗？给我2天时间，确保万无一失。太久了。你或许没有概念，但我们要做的事太多了。锁定裂缝开启的大小、位置、维持时间，这些都需要耐心，不是一蹴而就的。我只能接受1天。你到底有没有在听我说话？雷电牙医，你觉不觉得这核心比起你刚给我时小了1圈？核心在消失。喂，你想干什么？立即启动装置，现在！你疯了吗？现在是最糟糕的时机，也是唯一的时机，就是这个操作台，对吗？你……抱歉，看你操作过一遍，顺便记下来了。感谢你的协助，克利欧博士。喂！你的身体是贵重的实验材料，千万别弄伤，
一定要完好无损的回来。唉，真是的，长了张文静的脸，做事却这么激进。还是说这个世代的绿者都这样？世道是变了呀。成功了。景色和之前不一样，这里是剧场的外围。不速之客，不速之客！走开，走开！这里不欢迎你。我知道，因为你们不欢迎，我才来的。你没有资格踏入支配剧场，我们还要招待其他客人，不要妨碍我们。我就是来妨碍你们的。这么急着赶我走，是害怕我吗？怕？谁会怕一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？毫无主见，马首是瞻，只会依附于别人。小心我们把你的绿者全能也拿走当玩具。好啊，做得到的话就来吧。你好烦啊！你好烦啊！纠缠不休，死缠烂打。越是靠近剧场，怪物就越多，人偶也在源源不断的出现。比起迎敌，他们更像是在拖延时间。还有别人也在这座支配剧场里，难道？看你的表情，察觉到了吧？觉得不妙了吧？很想知道是谁吧？但我们偏不告诉你，除非你把绿者全能留下，这样我们就能带着他最好的2个朋友的力量，来一个历史性会晤了嘛Kiana， 哎呀，被猜到了，被猜到了！哎呦，是我说漏嘴了，说漏嘴了。可是没关系，没关系，你来晚了，来不及了。他已经被推上舞台了，而你只能坐在观众席上，眼睁睁看着，什么都做不到。毕竟，那是你最在意的人。或者说太在意他了，在意到都没有自我了呢。你的生命里只有他，离开了他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可是有什么用呢？到头来，他还是陷入了危机。你都保护了些什么？傻乎乎的走上别人铺设的路，舍弃了一切，却只为他换来了几个星期的时光，还不如不走呢。要是当初没有离开，你现在说不定还能陪着他一起去死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这不正是你希望的吗？这就是你们最大程度的恶意了吗？也不过如此。什么？我想你们自始至终搞错了一件事。时至今日，没有我在身边，他依然能坚强地站起来；没有他在身边，我依然会没有迷惘地走下去。因为我对他会做的选择一清二楚，他也对我内心的决定心知肚明。这一切从来都不会因为距离和立场改变。正因为相信彼此，我们才能坚定地走各自选择的道路。分道扬镳，也不过是想用不同的方式，将不完美的现状朝我们希望的方向改变一些。我们的旅途，终有一日会交汇。我要做的，就是以最好的姿态，迎接那一天的到来。扯什么漂亮话？你当时可不是这样和他说的。确实，我们告别得太匆忙。回过头看，或许会有更好的处理方式。
但无论如何，我依旧会踏出那一步，否则我也就无法站在这里见证你们的结局。说到底，你们还是对提安娜、对修伯利安的大家了解太少，而且也同样对我一无所知。建议出鞘。这家伙跟之前情报里讲的完全不一样啊！是不是搞错人了？只是你们的消息太滞后了而已。还是说，你们害怕到根本没敢混进世界蛇内部打探消息呢？既然你说了不需要在他身边，为什么还要去找他？很显然，你们找他有事，而我是来妨碍你们的。混蛋！欺负我们这样的弱小律者，你不会感到丢脸吗？不会。竟然厚颜无耻的承认了。算了算了，还好，千人的智慧总能在绝境中找到出路。为了共同的目标，牺牲总是在所难免的。我们所有人都有这样的觉悟，这就是我们的方式。什么？断尾求生，听过吗？我们把这个平台从支配剧场里切割开了，你就这样飘回现实吧。现在任凭你再大的本事，也到不了他身边去了。哼，净耍些小手段。谢谢夸奖。那么，你们也做好觉悟，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吧？哎呀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没有其他办法了，我必须使出全力。虽然没有十足的把握，但他们也一样。机会很可能只有一次，得抓准时机。现在就算你继续攻击我们，也没有意义了。不过，我们还是挺怕疼的。所以，如果你坚持要打的话，我们就不得不使出最终手段了。最终手段？敬请期待，敬请期待！主动进入支配剧场，做得到吗？希尔，你来协助说明吧。好的。其实，自从上次我和布罗尼亚姐姐从支配剧场里逃脱之后，爱因斯坦博士就找我商量了这个想法。他希望能借助我离开支配剧场的方法，推演出从现实切入支配剧场的路径。虽然那之后我们达到了千人律者，但因为始终没有探明支配剧场的下落，我心中还是有所顾虑。我们发现，支配律者并不像空之律者那样，可以在现实的任意地点展开剧场的入口。他们必须依赖现实中的信标才能打开门，类似于往地图上戳个大头针。每次案发现场留下的人偶，就是千人律者的信标。通过人偶体内的核心，将现实与支配剧场连在一起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用刚发现的这个人偶做基准点，反向推演，创造出进入支配剧场的通道。要做到这种事，需要天量的数据采集和演算才行吧？我们现在哪有那么多时间？所以现在只能冒着风险试一试捷径了。我进入过支配剧场3次，其中有2次是主动离开的，说不定可以根据经验排除掉一些错误方向，帮助博士快速定位到准确的位置。希尔，能行吗？我也不敢肯定，但值得一试。盐湖基地或许还有受支配之律者影响的人，我们必须立即行动。这是营救提安娜的方案中最有希望的一个。听起来也没有其他办法了，那就马上开始吧。
又得拜托你了呢。毕竟那2次都是多亏了你的力量。大家齐心协力，一起去救 Kiana 吧。啊？什么？唉，这家伙越来越会使唤人了，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啊？算了，情况紧急，不跟你计较了。等事情解决了，这份人情我可要好好给你讨回来。需要我做什么？戴上这个头盔就行了吧？我可摆弄不来这对机器，总之只能根据直觉排除错误选项了。拜托你了。是。找到了，就是这家伙，将它与目前我们所在地的坐标连接、引导、叠加。成功了，是通往支配剧场的路。情况如何？安全抵达，和之前进入时的感觉一样。这里就是支配剧场，但通道不稳定，只能一个一个依次进入。接下来让我试试吧。风华，怎么了？糟了，一群讨厌的家伙！入侵被发现了，他们从内部关上了门，拒绝外来者的访问。他们以前可没这么激烈，也许是里面发生了什么事，让他们提高了警戒。喂，等一下，金窝头，快过来，这边也出事了。我们监视的所有人偶宿主生命体征都在不断下降，几乎在同一时间，全部陷入了昏迷。这肯定不是正常现象吧？究竟是怎么回事啊？第10律者到底想干什么？各地也开始出现人偶制造的骚乱，看来他们真的打算和我们决一死战。希尔，通知罗萨利亚和莉莉亚，还有所有能战斗的人，我们得立即出击。啊！可是罗尼亚姐姐和福华还在支配剧场里，裂缝已经关闭。我们现在能做的只有相信他们了。布罗尼亚和福华会找到 Kiana， 他们3个人一定能平安回来。所以到那个时候，不能让他们看到外面的世界变得一团乱。这里就交给博士们吧。现在我们有我们该去做的事。希尔，明白了。裂缝突然消失了，和博士们的联系也中断了。敌人可能已经发现了我们的意图，得赶快前进，找到 Kiana。中正小兔正在追踪 Kiana 的手环信号。发现了 ，Kiana 果然在支配剧场里。这里空间混乱，没有地图，只能显示一个大致的方向。没关系，我们就沿着那个方向前进。从未见过这种敌人。小心，他们和那些被操控的敌人不一样，他们身上有某种更诡异的气息。是我的错觉吗？这道阶梯仿佛在无限延伸。不是错觉，空间在不断延伸。剧场的主人想把我们困在这里。要寻找别的出口吗？不，就这样继续前进。一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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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爬，你们都不累吗？为什么不乖乖停下？做这种无意义的事有意思吗？
果然，创造一个没有尽头的无限塔楼，对你们来说也是很大的负担吧？你们的目标是 Kiana， 为了不让我们搅局，才把我们关进这里，不可能腾出太多力量对付我们，所以你们才用一模一样的阶梯来给我们无尽的错觉，希望我们主动放弃。Bronya 猜得对吗？就是因为这样，理智律者才让人讨厌。我弄用律者力量了，也一样讨厌。理智律者所传承的，从来都不是核心，而是一种信念。恐怕你们一辈子都无法理解吧。是啊是啊，我们不如你，我们比不上你，你不就是想这样说吗？可是，被你看不起的我们，也能做到了不起的事。不管使用什么样的手段，我们都要得到胜利。那些人是是我们啊！我们把自己的生命和另一个自己连起来了。虽然会削弱我们的行动力，不过这样一来，你们就下不了手了吧？真卑鄙！没关系，尽管来啊！杀了我，杀了我！我们都很弱，所以很简单的，只要轻轻一击，啪，那个我也就一起玩完了。为什么停止了攻击？只是一味防守，可没法打倒我们哦。你们不是还要去救你们的同伴吗？杀了我不就好了吗？来呀，来呀！哎呀，之前要按计划行事，必须忍气吞声。其实我早就想这么做，看看你们现在的表情，真是太棒了！看吧，看吧，这就是伪圣者的弱小、无力、一文不值。只要我这边还有人质，你们就得眼睁睁地看着同伴去死。可怜的 Kiana， 她被你们抛弃了。Bronya， 有什么对策吗？先忍过这一波攻击，一定能找到机会。要比耐力吗？是我擅长的事。很巧 ，Bronya 也是。像这样和别人背靠背战斗，已经很久没有过了。但是，感觉还不坏吧？是啊。Kiana 现在肯定也在奋战，一起突破这里，去救他吧。一起去吧。等着我们 ，Kiana。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很眼熟吧？还记得是谁拿着它吗？知道它为什么会在这儿吗？记忆宝石。对对，说出你心中的回答吧。无量塔姬子已经死了。喂，你是耳朵聋了，还是听不懂人话？啊，还是说因为过度绝望，拒绝思考了？无量塔姬子已经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，死了！听到了吗？一点反应都没有。喂，你也太冷血了吧！那你想象中，我应该是什么样子？跪地哀嚎，倒地不起，一遍一遍的哭喊，这不是真的，还是陷入癫狂，精神错乱，拼命伤害自己来填补自责？恐怕你们要失望了。这不应该啊！啊，我懂了，
你还在硬撑，还不肯接受现实。你以为我们在说谎？觉得这颗宝石是假的，努力装出冷静的样子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。好啊，那就让你好好体会一下它货真价实的力量吧。别跑啊，别躲啊！这可是你亲爱的老师使用过的力量呢。知道吗？我们发现它的时候，这颗宝石正在虚数空间中孤苦伶仃的漂流呢。好奇怪啊，它不是应该镶嵌在真红装甲上吗？不是应该佩戴在它身上吗？和它在一起的人去哪儿了？谁知道啊？其实你一直都明白，那一天他早就死了，被你亲手杀死了。不过，即便没有那场战斗，他也早就病入膏肓，时日无多。他只是一介凡人，根本不可能逃离虚数空间，甚至连维持自己的存在都做不到。可是你拒绝接受这一切，你还在幻想着有人能救他，幻想不可能发生的奇迹，幻想能弥补自己不可饶恕的罪。审判的时刻到了。为什么？好奇怪，不该是这样的，不该是这样的。这颗宝石本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，就是现在。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尊贵的客人去哪儿了？我不知道你希望看到什么样的反应，但我知道姬子老师希望我做什么。被抢走了！被抢走了！标榜正义还拿人东西，小偷、抢劫犯，死刑！算了，既然你这么想要那块宝石，就送给你好了。不过，是有代价的。什么？毕竟，你已经拒绝成为我们的同伴了嘛。尽管很遗憾，但我们也只好邀请另一位客人了。虽然我们最开始的目标就是他，但解放他的过程却始终不太顺利呢。都是因为你，都是因为你。虽然你嘴上说的很厉害，表现的也很强硬，不过你是骗不了自己的。在我们拿出那颗宝石的那一瞬间，你的心，你的灵魂确确实实的哭泣了。他当然不会放过这一瞬间的机会，不是吗？让我想想，当年那个叫奥托的天命主教，是不是对你做过同样的事？唤醒他的意识，然后塞给你一颗宝石，造成的结果，我们大家都很清楚。你就当作是那次事件的再上映。好了好啦，结束表演的演员就老老实实退场吧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下一场表演的主角隆重登场，欢迎空之律者西林。这是空之律者。答对了。这里是？我还在这配剧场里吗？
哪里都看不到人偶的身影。我记得失去意识前，我控制律者，镜子里好像有什么东西。果然是这样。看样子你似乎明白了呢。控制律者，好久不见，我的容器。我不是你的容器。上一次见面还是在天穹市吧？哼，过去这么久，你垂死挣扎的样子真是一点儿都没有变。Kiana，你逃啊逃，又能逃到哪里去呢？最终，你还是屈服于伤痛，跪倒在内心的裂痕前，我的面前。我已经不是那时的我了，不会向你屈服。真敢说呢！可如果你没有动摇，我又怎会出现在这里，站在你的面前，支配这具身体？你害怕直面我，拒绝面对我，这是你将我埋藏在内心深处的理由。但如今，你输了。我的枷锁已被解开，不会再有旁人打扰我们。你长久以来的努力，至今所做的一切，全都白费了。你为什么要帮助支配之律者？帮？别把那群傀儡和我相提并论。他们是一群无可救药的失败者，可悲的蝼蚁，口中念叨着难以理解的言语，举手投足都充满了和你异曲同工的弱者气息。这些家伙自顾自找上门来，不自量力地说要救我出去，那副模样滑稽极了。不过，我还是乐意给他们一个机会，好让我欣赏一出小丑的闹剧。也确实没想到，他们真的把你带到了我面前。说实话，我现在心中只有失望。你还不如他们呢，不想被我叫做容器的半身。好了，开场白也说得够久了，希望你有好好珍惜这段时间，回味自己最后的人生。来吧，提安娜，这是只有你我二人的剧场，只属于胜者的舞台，乖乖被我支配吧，这是你无法逃离的命运。你的态度真令人不快。我打破了你的束缚，接管了核心的权柄，一切都如同那一天的再演。要不了多久，我就会取代你，彻底成为这具身体的主人，而你将被碾碎，化作虚无，连意识的残片都不会剩下。可是为什么？你一点都不惊慌，一点都不害怕，一点都不绝望。我知道，这一天迟早会来。无论什么样的封印，都不可能永远有效，那不过只是延后了决断的时间。你我之间，早晚会有这样一场了结一切的对决。我们就像水火，互不相容，也无法做出让步，彼此妥协。既然绝无和解的可能，那我们就只能以这样的方式了结，
赢的一方留下，输的一方消失。事到如今，你觉得自己还有获胜的希望？你从来做不到。那些煎熬的记忆，沉重的枷锁，你无法放下。想要逃走，却只能在泥沼中越陷越深。因为这具身体是一个容器，它所承载的灵魂太过沉重，沉重到你根本无法背负。而我只是来取回本属于我的东西。在天穹市，你曾经说过，我永远无法摆脱你。那之后的日子里，我一直在思考这句话背后的意义，思考2个问题的答案：你是谁？我又是谁？我没兴趣陪你探讨哲学。我是空之律者西林，而你是实验体 K423，这是早已确定的答案。所以一切都是律者做的，不是你的责任，也不是你的错。哼，这不是你和同伴们抱团取暖时最爱的说辞吗？不，有一个过去我不愿承认的事实，但只有接受了它，我才能补上自己灵魂的缺口，才有与你分庭抗礼的可能。我就是你，我们是同属于这个身体的2个自我，因西灵的渴望而诞生的2个存在。我和你都是西灵的延伸。我还以为你要说什么。时至今日，你开始宣称自己是西灵了？胡思乱想，脑袋都坏掉了吗？好啊，我倒要看看，既然你是西灵，那你打算如何去实现西灵的愿望？摧毁它没能毁掉的世界？对，这就是你一直以来使用的手段。你以西灵自居，肆意宣泄自己的恶意和仇恨，以这种方式将我与真正的西灵隔断，令我拒绝正视自己的身份。但那只是你的愿望，不是西灵的愿望。他的梦中有汹涌污浊的黑暗，也有平静温暖的微光。复杂而矛盾的情感在他心中交织，但你只想让我看见其中的怨恨。看了点过去的记忆，就把自己带入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就来聊一聊吧。希望、信赖，人们总喜欢把这些词挂在嘴边，重复一遍又一遍的谎言。那些道貌岸然的研究员，就是以希望的名义将西灵带走，却把他推向地狱，迎接生不如死的命运。憎恨的种子自那时起就已经被播下，令西灵再也无法信任他人的，正是人类自己。但在那里，他也认识了阿弗罗拉、阿加塔，还有贝拉。这是西灵在那座实验室里遇到的朋友的名字，也是他直到最后都在牵挂的名字。他从未忘记他们。崩坏撕裂了西灵的心，却无法将他们的身影从他心中抹去。每当回忆起这些名字，西灵就会感到思念和悲伤，直到最后，他都在渴望与大家重逢。然而将他们从西灵身边夺走的也是人类。这些孩子最后都成了巴比伦实验室的牺牲品。他们死了，已死之人不会复生，那是死之律者也无法做到的事情。一无所有的西灵只剩下了复仇。他用神赐予的力量血洗了那片地狱，向那些恶魔降下他们应得的审判。那座塔里也有无辜的人，可西灵已经不在乎了。他将自己的伤痛毫无顾虑地施加给另一个人，因为他已不愿再与人类为伍。但即便在那时，也有人想要拯救他。你想说德丽莎？她只会说漂亮话，不切实际，根本没有在乎过西灵真正的感受。还是说齐格飞？他是个懦夫，唯唯诺诺，犹豫不决，最后什么也没做成。对，他根本
本不应该被算进来。至于 Cecilia， 她或许是对西林抱有异样的感情，但爱在恨面前太过苍白无力，世界不允许她这么做。最后，她还是只能对西林兵戈相向。他们一起杀了他，这就是你口中的拯救。你所谓的善意与理解，却是对西林命运最深的讽刺。无论你怎么说，他们的样子都留在了西林心中。在无边无际的黑暗中，西林做着往复不断的梦，那些你蔑视的温暖，却是梦中他最渴望的保护。他渴望重新来过，渴望以一个普通人的身份拥有朋友，拥有平凡而幸福的家庭。他渴望父母的爱，想再次聆听妈妈的声音，再次感受臂弯与怀抱的温暖。他渴望希望，渴望幸福。他不停地默念从斯西利亚那里听来的话语，这一切都被镌刻在核心的记忆中，跨越时间，将他生命最后的祈祷送向未来，诞下一个新的意识，那就是我。我就是西林渴求的另一次机会。你将一切都理解成二元对立，可人心从来都不是那么单纯的东西。我们是从西林的愿望中诞生的两个灵魂，同一棵树上生长出来的两根枝条，伸向不同的方向。我们共享他的感情和记忆，却走上了截然不同的路。我不知道是什么影响了你，实验的痛苦，崩坏的蛊惑，还是同样被烙印在核心中的憎恨。那些破碎的记忆，对于我是温暖的梦境，对于你，却像是灼热难耐的诅咒。就算是同一段记忆，在不同的眼睛中也是不同的景色。似乎的确如此。我不知道，也不关心你是什么。我降临于世的意义，就是摧毁一切，为这个世界带来灭亡。人类造就了西林的痛苦，令他失去所有，也要承受他的怒火，付出应付的代价。谁都无法从这片漩涡中逃离。仇恨的连锁永远不会有尽头，你只是在像你最讨厌的人类一样制造新的痛苦。哼，可你无法阻止我。数数看，家人、老师、朋友，迄今为止已经有多少人受你波及，被卷入这场无止无尽的噩梦？他们颠沛流离，无家可归，甚至失去生命，而你只能看着这一切发生，无能为力。啊，对了，还有这个小家伙呢。贝纳勒斯，可别说你把他忘了。毕竟他也是因你而死的，就算你也是西林，那又如何？你根本没有能与我相抗衡的执念。看吧，核心选择的依然是我。审判的时刻到了。怎么没给他最后一击？反正已经杀过一次了，再来一次不是轻车熟路吗？他只是你创造出来的幻影。看来，这里确实不是支配剧场，而是我们共同的意识空间。既然如此，我也能做到相同的事。你还想玩什么把戏？一直以来，不是绿者核心在排斥我，而是我在排斥他们。我害怕那些过去的残响，害怕接受自己和你同为一体的事实。我以为自己已经下定决心去面对，可内心还是在无意识的逃避。但这样的懦弱，也到今天为止了。我会去面对所有不愿面对的过往，那些被我封存的记忆，与你交缠在一起的人生，
我会跨越这些，去接受真正的自己。培养舱，编号 K423。没错，就是这里。这里是我的起源，我们的起源。西林在生命的最后祈祷着重新来过，祈求自己能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始。正是这样的愿望，诞生出了我们。诞生？你可真会美化呀！你是不是忘了，这是那个男人肮脏的罪行？可怜的西林，死了还不得安宁。人类夺走他的遗体，瓜分他的核心，将他存在的痕迹变成实验台上的数字。而他创造出你和我，也只是为了一己私欲。为了达成自己的目的，他操纵玩弄了你身边的所有人。但是也有人试图阻止这一切，有人想要停止这样荒唐的计划，想阻止悲剧再度重演。是他们的选择带来了最初的改变。老爸，他长得和我一模一样啊！小点声，别被小薇发现了。我们把他救出去后，他该去哪儿啊？你生的人会接受他。他可以和我们一起走吗？你可以去探望他。那我应该叫他什么？他有名字吗？他和我这么像，可以当我妹妹吗？不知道。齐格飞，又是这个男人。为了救你这个冒牌货，他失去了自己真正的女儿，真讽刺啊！他有过美满的家庭，幸福的人生，而西林和你分别夺走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。我心怀愧疚，不愿面对这段记忆。我的这些软弱，也给了你可乘之机，但他们给予我的善意，我不应该，也不想忘记。我是 K423，是天命制造的绿者实验体。那时的我如同一张白纸，对这个世界一无所知，但他们冒着危险前来救我的选择，让我开始成为一个被认可的人类。这是一切的原点。可笑至极！这么喜欢这个培养舱的话，就让这里成为你的墓地如何？既然你提到了诞生，那就来看看之后的故事吧。哎呀，真是让人怀念的景色。记得这里吗？东西伯利亚，2010年，我第一次觉醒，支配这具身体的那一天。那个男人失去女儿后，拒绝把你交出去，带着你在这儿躲躲藏藏了好久。逆商在找你，天命也在找你，他们派了一支什么冲锋队。不幸的是，你被发现了。接下来发生了什么，你绝不会忘记，对吗？你蛰伏在我的体内，以我的孤独和恐惧为养料。在我最脆弱的瞬间，你趁虚而入，夺走了我的身体。我杀掉了所有人，那些烦人的女武神令我心烦意乱，所以杀掉了。那个领头的队长，他本有机会伤到我，却在发现你是个小孩子时犹豫了，结果当然是丢了自己的性命。还有你亲爱的老爸，那个男人害死了贝拉和西林，所以我毫不犹豫地砍下他一条胳膊，任由他被自己的火焰反噬。他明明可以用那把剑把我们都杀死，但他没有，他做不到，因为他把你当作女儿的幻影。这都是你害的，你不会感到羞愧吗？平凡、幸福、爱，
你不配拥有这些，因为你的身份只会招来悲剧，就像这片雪原上曾经发生过的那样。重新来过，你怎么会有这么天真的幻想？世界只会向你展露恶意，因为你的存在就是世界的威胁。老爸，老爸，你受伤了，你受伤了，你的左手不见了，怎么回事？是谁？是谁做的？没事的 ，Kiana， 我没事。可是你流了很多血，伤口不赶紧处理伤口的话，Kiana， 没事的，听我说。抱歉，也许老爸没法遵守约定，一直陪在你身边了。但你要记住，爸爸永远爱你啊！老爸，你在说什么？不用担心我，老爸会平安无事的。这么做是为了保护你。原谅我，伊安娜。你要去哪儿？不要，我不要你走！伊安娜，我们约定过的吧？卡斯兰娜家的战士会为了守护他人不惜一切。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得比我更好，你绝对不会输给他，绝对不会。因为你是我的女儿。老爸自始至终都把我当成他的女儿，他明明知道你的存在，却还是给了我名字，教会我如何战斗，让我用自己的力量去守护最爱的人，就连离开我也是为了保护我。你对老爸恨之入骨，他意识到自己会成为你苏醒的契机，所以他把我托付给朋友们，在暗中默默保护我。现在想来，最开始的流浪生活，我一定受了老爸不少照顾。那之后，我和牙医布罗尼亚相遇，来到圣弗雷亚，认识了大姨妈、班长、妻子老师，立下为世界上所有美好而战的誓言。没有老爸，也就不会有今天的我。我还有和他的约定，我不会输给你。圣弗雷亚，破坏了那一切的不也正是你吗？是啊，差不多该到这件事了。你最痛苦的回忆，无法接受的事实。还记得这里吗？哦，你不会忘记的。10分钟后，他就要死了。你始终在回避谈论这个话题，在人偶面前是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。但你一直都知道，那个时候我确确实实杀死了他。啊！我突然有个主意，如果在这里打伤他，他就没法上前线，也就不用牺牲了。这样你就开心了，对吗？哎呀，我可真是个热心肠。审判的时刻不会让你得逞的。审判的时刻到了。唉，不过是一段记忆，又改变不了现实，那么认真干什么？如你所愿，他又要踏上那片战场，竭尽自己的全力，却毫无意义的死去，沦为一个失败者。姬子老师不是失败者。那你倒是说说，他拯救了什么？他死后，整个圣弗雷亚分崩离析，学校人去楼空，名存实亡。
雷电牙医已经背叛了你，布罗尼亚也会同你渐行渐远。不，他们拯救了我，基子老师拯救了我。哼，他诅咒了你。你曾有机会结束这一切，不是吗？那一天，你跪倒在天穹市的火海里，举起枪，想要将我连同你自己的生命一起终结。你本可以扣下扳机，但你没有，因为你想活下去，因为那个女人让你活下去，带着贯穿余生的自责与愧疚。这才是你永远无法摆脱我的理由。他救了你，却在你心中留下了永远的诅咒，一道再也无法弥合的创伤，一个再也无法了却的遗憾。他的执念就在这里。我想是时候做个了断了。极意宝石，真是令人怀念的触感。西陵原本有6颗宝石，现在只剩下了1半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把它们全都夺回来。我会阻止你。你做不到。我来告诉你一件事吧。还记得刚才看到的回忆里那个被我杀掉的冲锋队队长吗？他的名字叫拉格纳，天命的女武神教官，也是无量塔姬子的老师。什么？你害死了他，毁掉了整个冲锋队，只有侥幸缺席的姬子活了下来，但他也失去了容身之处，失去了老师与同伴，流离失所，不得不离开总部，去了遥远的极东。但在那里，他又遇到了你。我们没有这样的记忆，你不可能知道这些。但是他知道。他的迷茫、痛苦、挣扎，在他生命的最后如走马灯般闪现，被极意宝石巨细靡遗地铭记了下来。看呐，他的命运完完全全地被你玩弄着。你改变了他的人生，又为他带去了死亡，真是一场闹剧。无量塔姬子，他不就是最好的证明吗？你心目中的英雄，理想的殉道者，他燃尽自己，把所谓的希望施加于你，却让你变成了一具为赎罪而生的行尸走肉。你只是在憎恨他。不，提安娜，这半年里，我始终透过你的眼睛看着你的一举一动，经历的一切，失去、离别，一次又一次失败。你拼尽全力去救那些毫不相干的人，赌上了性命，疏远了朋友，到头来却还要被这些人害怕、疏离、指指点点。他们从未接受你，只是畏惧你的力量。所以这些人联合起来排挤你，让你陷入自责与内疚，然后他们就能心安理得地接受你的保护。那些被你救下的人，仍会被接连不断的恶意击垮，甚至最终将自己的不幸归咎于你。而那些把你捧为英雄的人，虚伪的表象下只想利用你、接近你、毁掉你。还记得那个向你展露出善意的陌生人吗？盐湖基地的工作人员。他也是傀儡的一员，就是他泄露了逆商的情报，让绿者2次都轻而易举地入侵了逆商基地。这就是无量塔姬子用生命换来的结果。你永远救不了他们，因为他们不想被拯救。
这座剧场里的所有人都是如此，这座剧场外的那个世界也是如此，从未变过。德丽莎、齐格菲、塞西莉亚，每个人都一样。他们的善良被另一股恶念践踏，一生的努力在一夜间被摧毁，坚信的理想在他人眼中毫无价值。面对这样的世界，你还能大言不惭地说出为世界上所有的美好而战吗？我愿意相信。哼，冠冕堂皇的伪善者。我一直在做着各种人的梦，那些留在绿者核心中的意识残响、记忆碎片，他们的人生、悲喜，我全部都能感受到。每个人都有过痛苦的回忆，在艰难的处境中感受绝望的心情。可是在那之后，他们也会咬牙站起来，满身是伤地活下去。善恶就像你和我，存在于每个人心中，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，无法分离的光与影。你说的没错，世界是不美好，所以美好才是人们心中的渴望。这就是我的理由。正因为善恶并存，所以我才更要努力去创造能够超越悲剧的明天。我相信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机会，能把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。心怀善意的人正是这样不断出现，一代代传承下去。就算自己的结局算不上美丽，也是无愧于心，坦坦荡荡的一生。在我身边就曾有许多人这样做过，正是因为他们做出的选择，我才得以站在这里。所以我愿意相信他的理想，相信他们所守护的事物。只要我还站在这里，他们的燃烧就会永远继续下去。善是一种需要相信的东西，而恶不需要。对，但正因为如此，像是你还有支配着绿者，才都低估了信念的强大。看来这下很清楚了，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能够相容的空间，也没有任何相互理解的可能。真难得，这或许是我们唯一能达成一致的话题。已经没有继续对话的必要了，你和我只能留下一个。来吧，我不怕你。哼，用尽你的全力，徒劳挣扎吧。此刻正是审判之时。真是遗憾，如果你刚才能干掉他，现在就能少对付一个敌人了。怎么了，贝纳勒斯？为什么不攻击？你还没明白吗？什么？贝纳勒斯，贝拉是西林的朋友，他对西林有着毫无保留的善意，他始终希望西林能获得幸福。我们都是西林，是从他愿望中诞生出的意识，是西林的可能性。但我们选择了不同的道路。你心中只有破坏这个世界的欲望，而我想要守护自己相信的事物。在贝拉眼中，我和你，谁更接近西林想要成为的样子？你想说，贝纳勒斯选择了你？他不希望我们争斗，他也想拯救你。他希望你能放下仇恨，获得幸福。他选择的是他希望看到的西林。开什么玩笑？这里是我的舞台，不顺我意的东西就不应该存在。消失吧，叛徒！贝纳勒斯，你不会以为拉拢了一个叛徒就宣告胜利了吧？看样子你似乎忘记自己正在使用的那份力量是从哪儿来的了。
少得意忘形了，蝼蚁。被你偷走的那份力量，该还回来了。这才像话嘛！空之律者的全能本来就是我的东西，你不过是借用而已。难道用顺手了，当成是自己的力量了吗？好了，现在让我们来一场公平公正的对决吧。这就是我们力量的差距。讨厌！不过是这种程度。讨厌！我不会向你屈服。为自己的愚蠢后悔吧。太难看了，死缠烂打也要有个限度。与其被悲惨的碾成粉末，还不如老老实实接受自己的失败。那样的话，或许我还能大发慈悲，赐予你一个没有痛苦的死亡。不，我不会，我绝不会输给你。真可笑，你到底哪儿来的勇气，敢对我说出这种话？你的同伴还在忙着和傀儡过家家，根本没有人会来救你。核心的全能都在我手中，你在意识空间里能影响的范围也越来越小。用不了多久，一切都将完全归顺于我。睁大眼睛看看吧，你已经一无所有了，挣扎下去又有什么意义？或许确实如你所说，现在的我没有力量，不过是在白费力气。别说和你抗衡了，连维持这样站着的姿势，对我来说都很艰难。但是，每当我倒在地上，痛苦到想要放弃的时候，就会莫名想起很多事：烧焦的吐司披萨，不辣的甜椒咖喱，3人份的巴菲，闪烁着光的羽毛，圣弗雷亚的大门，还有他的最后一刻。每一个给过我帮助、指引我前进、给予我善意的人，他们的笑容、感激、对未来的期待，他们向我伸出的手，他们照在我身上的光。只是想到这些，就怎么也说不出放弃这2个字。这一路走来，我得到了太多勇气、祝福、希望。我所有最美好的记忆，它们一直在这里，沉甸甸的，时刻温暖着我。所以，我不是一无所有。什么？我要把至今得到的东西继续传递下去。空之律者的核心应该在我的掌控下才对。我还要把它们带给更多的人。我不会在这里倒下。不，等等，这是极意宝石的力量。我会背负他的理想，他们的理想，继续走下去。
为什么极翼宝石认可了你？就因为那个女人使用过。你错了，它从来都不属于你。我会战斗到最后一刻。不过只是宝石中残存的意识碎片而已，为什么要反抗？明明都已经死了，为什么还要妨碍我？他的一生从来没有停止过抗争，这就是他的火焰，他的颜色。决战的时刻到了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你自以为可以战胜我？就因为你是善的西灵，我是恶的西灵。那种东西从来都不存在，是我选择了善，而你选择了恶。结束了。是啊，结束了。宝石的力量在流向你，他们抛弃了我，选择了你。看来是你的信念更胜一筹。我会好好使用这些力量。随便你，反正没了我，你还能轻松不少。我会承担起你犯下的罪，这是我的责任。那是你自己的事，没必要告诉我。你本可以一无所知的活着，或者干脆作为一个无辜的实验体死去。但你选择了这条路，西灵沾染的鲜血，他的悲伤与绝望，一切人类都要面对的善恶矛盾，你得用全部的余生去背负这些重量。我会努力，让世界上不再有下一个西灵。行了，打住吧，我不需要你的同情。胜者留下，败者消失，就是这样的规则，我没有什么异议。再见了，控制力者。再见了，另一个西灵。我不会认可你的想法，但既然是你赢了，就沿着你的路走下去吧。你说呢？尽你所能，挣扎到最后吧，提亚娜。
好久不见，提安娜。姬子老师，我是不是出现的太突然了？那就好，你变化真大。姬子老师一点都没变呢。是吗？那我还挺开心的。这只是一段一时的残影，对吗？是吧？至少这里的时间是不会流动的。不过，我们还是能像这样对话。对不起啊，没能陪在你身边。不，没关系，还能再见到姬子老师，我很高兴。至少能以这样的形式和你好好告别。真的，应该不止我一个人觉得你变了许多吧？大家都这么说。所以，你终究战胜了控制律者，对吗？对，这也多亏了大家的帮助。我就相信你们能够做到。先不说这些了，提安娜，想不想回圣弗雷亚看看？当然想。天命之战后，我们离开了学院，有机会的话，还是挺想回去一次的。那不如现在就去，怎么样？提安娜，让我们稍稍享受一下不会流动的时间吧。景色变了。这是我的记忆。当了这么多年老师，我可是把圣弗雷亚的每个角落都记得清清楚楚呢。真怀念呢，这种洋溢着青春的校园。是啊，还记得当时的我，总想着要快点长大，但没想到，成长居然是这么痛苦的一件事。那如果重来一次，你的选择会改变吗？应该不会吧？那不就不像是我了吗？提安娜，看，我们的宿舍到了，那扇窗就是我的房间。啊，我知道，晚上的时候，姬子老师的灯总是亮着的。这么想来，那时还真是辛苦你们了。倒也没那么辛苦。我有时候只是喝醉了忘记关灯而已了。看，那棵小树丛，你逃课的时候总藏在那里。我一直很好奇，你为什么每次都藏在那儿，很容易就找到了。那里阳光是最好的嘛。还记得那堵围墙吗，提安娜？我经常翻它出去。德丽莎可头疼了，大概先后把围墙加高了3次吧，但你还是能翻出去。我说怎么一次比一次费力呢？但之后就没再加高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怕你摔伤。啊，是以前的训练场。这应该是你难得不会睡觉的课吧？毕竟当时的我只喜欢这样的战斗训练，虽然在双人对练中一次也没有赢过班长他们。
现在呢？那可就说不定了。啊，你们在这儿上课，好像还是昨天的事。和我说说大家吧，他们现在怎么样了？是吗？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。Bronya 的孩子竟然变成了理智律者，他的确有继承逆商盟主的潜力。别看他平时话不多，但其实论观察和学习能力的话，你们或许都比不上他。另外，浮华的来头可真不小啊。我确实被吓到了，不过现在想想，这大概就是他的眼神和同龄人都不一样的原因吧。班长也有很多自己的心结，不过现在应该算解开了吧。我本来还有些担心他的，因为他总是把很难的事情轻描淡写的就压在心里，扛在肩上。记得当时为了救我，就是他给了我中和血清，后来辜负了他的一片好意，得跟他说声对不起呢。我会告诉他的。至于牙医，我觉得你不用太担心，他是个善良的孩子，这一点是不会变的。我明白的，我当然相信牙医，他的心意我都知道，只是还是会忍不住想他。一回到这里就会想起好多事。其实我一直都知道的，我才是那个受到大家帮助最多的人。牙医 Bronya、 班长、德丽莎学院长，还有季子老师，我知道都是多亏了你们，我才能走到今天，也才能在以后继续坚定地走下去。但我还是会有些担心。担心什么？担心自己做得不够好。如果我能早点想明白一些事，大家就不用为我操心，牙医也不会去世界蛇了。有的时候会觉得自己是不是辜负了大家。Tiana，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。这是要上课了吗？怎么，你不想听？不，我想听。10多年前，我刚刚上大学，年纪也就和 Kiana 你们差不多吧。那时我父亲在天命的研究所工作，研究的东西具体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虽然工作很忙，但他是一个好父亲，会夸奖在学校取得了好成绩的我，会抽空回来陪我吃饭，会给我买生日蛋糕。但突然有一天，他离开了我，离开了这个世界。我无法接受父亲的死讯，根本没办法去相信那张熟悉的脸庞会如此简单地从我的生活中消失。从结论来说，我加入了天命，用接受人工圣痕的方式成为了女武神。我当时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查明被刻意隐瞒的那个父亲死亡的真相，是身为女儿的执念驱动着我的女武神生涯。但在女武神部队，我遇到了拉格纳队长。他对我说，女武神是为世界带来光明的人，不应该让执念和仇恨充斥着自己的内心。他引导我发泄出内心尘封的苦闷，为我的女武神生涯找到了属于明天的坐标。是他第一次鼓励我，去把这个不美好的世界变成你想要的样子。但比起你们，我和他并肩作战的时光其实并没有多久。是2010年的那场灾难。Tiana，
空之律者总是将那些灾难和后果归咎于你，这是不对的。他看不到人们自己的选择，他容不下那些美好的微光。接下来的故事，才是我想要对你说的。拉格纳队长牺牲后，我整理了他的遗物，在那些映照着生活点滴的衣服、书本、零食之外，还有一封压在抽屉底部的信件。致我亲爱的战友们，如果有人发现了这封信，那大概说明我已经死了吧。我个人留下的一切财物，按组织上的规定流转处理便可。抚恤金这方面应该也没什么可担心的。那么接下来就让我在这封信中分享一个故事吧。几年前，在刚成为 A 级女武神的时候，我经常被派去做一些灾区的善后工作。但说实话，那时候的我觉得参与这种工作简直就是在浪费自己的才能。比起救助那些弱小而又缺乏远见的平民，消灭敌人才是女武神真正的职责。我曾经这么想过。于是有一天，我鼓起勇气质问前来视察的主教大人，派女武神嘘寒问暖，亡羊补牢，难道就能够消灭崩坏吗？主教大人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斩钉截铁地回答说，不能。我当时也愣住了，我原以为自己的冲动必然会引来一番说教，甚至惩罚。但那位大人接下来说的一句话，却让我彻底改变了对自己职业的看法。他说，但是天命从来都是用这样的方式传递自己的信念。战友们，这也是我将要告诉你们的一句话。我们秉持信念所做的工作，不管结果是否如愿，都绝不会是无意义的事。我们守护那些美好的东西，守护那些将会成为美好的东西，守护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。它们或许看似渺小，看似徒劳，但那不过是因为如今的它还只是一颗种子而已。这些孕育美好的种子，总有一天会绽放出漫山遍野的花朵。所以不用为我悲伤，战友们。我虽然已经凋零，却也化作了催生希望的土壤与肥料。而未来的希望之花，也总有一天将找到自己想要守护的东西。这是拉格纳队长最后的教诲。说实话，我当时没有完全明白他想告诉我们的东西，只是冥冥中有一个声音，他告诉我，我应该去圣弗雷亚。而当那一天，当我穿上真红装甲的那一刻，我突然回想起他的话语，仿佛是命运的轮转一般，我理解了他信中所说的一切。提亚娜，我读过那次任务的报告，没人知道那场灾难中发生了什么，但失控的律者被压制了下来，解放了天火圣才的齐格飞也活了下来。那一定是在场的某个人做出了他认为正确的选择。我想，队长一定在你身上看到了某种他想要守护的东西，某种我也曾看见的东西。队长如此，我也如此，大家都是如此。我们相信你能做到，能够拯救更多的人，能将世界变得更美好。而你也做到了，提亚娜。你在天穹市所做的一切，你在太虚山所做的一切，以及你正在为解决支配之律者所做的这一切，你拯救了很多人，而这些人也将会去帮助更多的人。这就是人类的传承，永燃的星火。谢谢你，姬子老师。其实我也明白的，就是有时我不能。我理解你的紧张，提亚娜。越是受到大家的帮助，就越是会有一种身负重担的感觉。所以更要记住，
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，成为了伙伴与同志的逆商，时刻为你们着想的学园长德丽莎，可靠的班长福华。Bronya， 他虽然不善表达，但总是想着同伴的事。他的行动，他的进步，你也都看在眼里。而牙医，他是你们中最温柔的孩子，所以不用担心他，Kiana。相信他吧，他一定会做出正确的选择。而你，Kiana，你是我所有学生中最调皮的那一个，也是最不轻言放弃的那一个。你有改变大家的力量，有让身边的人与你一同前行的力量，所以相信并依赖你的同伴吧， Kiana， 因为他们也一定相信并依赖着你。你还好吧 ，Bronya？没事，就是有点不甘心。明明知道 Kiana 的方位，但却被困在了这个封闭的空间内。这些家伙还以宿主的性命作为要挟。你们就放弃吧，不愿做选择的两个小孩子。宿主的命和 Kiana 的命哪个更重要？在你们看来，居然是这么难选的问题吗？你是不会理解的，绿者。是，我不理解。我只知道，你们的 Kiana 再也走不出这座剧场了，而你们只能在这个封闭空间里捶胸顿足，屠户奈何。哎呀，是不是把你们放出去见证那一幕，会更有戏剧性一点？支配之律者。怎么了，班长？Bronya， 还记得爱因斯坦博士提出的2种假设吗？支配之律者，他们都是重复的个体，外形上毫无个性可言，但他们每个人的性格又有所不同，似乎对应了现实中的宿主，那些经历失败、被现实所压垮的人。由此，分叉出了2种可能。第一种，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，是一个独立的律者，他们共同建立了这个名为支配剧场的空间。这种情况下，只要将他们每个个体都消灭，这座剧场就应该会消失，事件也能得以解决。这也是我们一开始所想的，但最后却发现人偶一夜之间复活了。那么，或许就是第2种情况，他们任何一个都不是律者，真正的支配之律者是那个在暗中操纵他们的存在。那个存在就像蚁群中的蚁后一样，寻找人心中共同的弱点，放大它，操纵它，最终支配它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在这里和人偶们耗下去也没有意义。我们要打倒的是操纵他们的真凶。你有什么计策吗？其实从刚才就有些在意了。如果这座建筑真的是一个封闭空间，那么 Kiana 手环上发出的信号理应无法传递到这里。或许这座塔楼看似封闭，但其实只是利用了某种视觉或是空间上的错位轨迹。人偶们制造不出无限延伸的空间，只是在拆东墙补西墙。或许在一些被他们忽视的地方，隐藏着通往剧场的出口。原来如此，这样就不需要在意那些堵在路上的人偶了。我们直接从薄弱点进行突破。没错，但这可能需要些时间。明白了，战斗就暂时交给我吧。喂，从刚才起你们就叽叽喳喳说些什么呢？真让人不爽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还能撑多久。哎，怎么只有你一个人在打？另一位已经累趴下了吗？喂，行吧，真不愧是理之律者。
快找到了，班长，再坚持一下。啊？什么快了？我最烦你们这些搞代码的了，敲着我看不懂的字，脑袋里都是些狡猾的点子。找到了。就是这儿。我们出来了。那是天哪！趁那些人偶还没追上来，我们快去。嘿，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走了，多伤感情啊！人偶，果然是因为在剧场内吗？这么快就追上来了？了不起啊，布罗尼亚！每次都会被你给钻了空子，被你搞得像是我们都住在奶酪里一样，到处都是可以钻的洞。看来千防万防，还是得防你才行。你们对 Kiana 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做了天命主教当年做过的事而已。想看的话，就自己去看好了。当然，前提是你们得穿过这里才行。这次可不同以往啦，你们面前只有这一条道。来吧，选吧。逃得了初一，逃不过15。有本事就杀了我们啊！怎么办，班长？现在一时间也找不到其他的路了。而且他们如今与宿主有着直接联系，这样下去不是长久之计。看来已经别无他策了。Bronya， 我来切断他们与宿主的联系。切断联系？要怎么做？我曾在第2次崩坏中切断过西灵与崩坏意志之间的联系，原理大同小异。可是，你已经没有雨渡尘了。没错。凭我的力量已经无法做到了，所以我必须借助石之律者的力量。石之律者？但这样很危险。我知道，但我必须试试。听我说，如果你能够听见的话，提亚娜现在正身处危险之中，我需要借助你的力量。我需要你的帮助。唉，老古董。你们一个两个的成天来吵我，烦不烦呐？先是凯文的小弟，然后是一堆莫名其妙的木头人，现在倒好，连你也来骚扰我了。拜托了，我真的需要你的帮助。啊？你以为我不知道对这群家伙使用律者能力后，力量就会被夺走吗？哼，什么意思啊？这是要来一出借刀杀人，还是一箭双雕？哦，我懂了。你一定是被变成木头人的一员了，是吧？嗨，我想也是。你那失败的人生还是很容易被他们压垮的。我没有成为他们的一员，他们现在以无辜之人的性命相挟，我需要借助你的力量。你说你没变就没变呐？没变你还骗我把力量拱手让人？不，这不是拱手相让。只要我们能战胜他们，力量就不会被夺走。我们会胜利的。好哎，为了你们未来的胜利鼓掌。哼，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提亚娜需要你。他要的不是班长吗？
我也需要你。我知道，Kiana 曾经否定过你，但经过那段时间的相处，你也明白他不是坏人。他否定你是浮华，不是因为讨厌你，恰恰相反，我们都认为你是一个独立的人，一个独一无二的灵魂。你有自己的思考，自己的坚持，以及为这份坚持贯彻始终的执着。你无需在意自己是谁，因为你能决定自己要成为的样子。我一直想对你说这些。Kiana， 还有我们都希望你能回来。哼，你好像是比其他木头人会聊天一点。不过说到底，这还是你们自己捅的娄子，谁闯的祸谁解决。对，你有本事就自己。对不起了。老古董，你力量恢复了。就是现在！什么？你不是用不了那份力量吗？原来如此，这就是全能被夺走的感觉吗？石之律者，他那边怎么样了？他没事，只是我们之间的对话中断了。不过没想到，他居然同意了来帮你。不，准确来说，他没有同意。嗯？他只是动摇了而已。不过，我这边也有些赶时间。那他现在一定气疯了吧？我会找到他，和他好好道歉的。这也是我必须要解决的问题。但现在，还是先救出 Kiana 吧。别想这么容易就过去。不就是少了几个人质吗？但我们得到了石之律者的力量。支援极限1换1，不亏。视野被干扰了。哦，原来如此，这就是意识的力量吗？冷静，布尔尼亚。现在他们还无法自如应用，这些都是障眼法。要是用石之律者的力量，加上理之律者的力量，会怎样呢？有本事，你们蒙着眼睛打这东西啊！还真是有些棘手啊。布罗尼亚，在意识中设定好方位，向提安娜那边移动就好。毁灭模式启动。向那边移动，说的简单。如今拥有2份律者力量的我，你们，发生了什么？人偶在慢慢倒下。红色的电光，是牙医。牙医？起效果了呢。你做了什么？没什么，
只不过是在力量的对决中赢过了你们。什么？怎么？你们只知道要躲着我，却不知道为什么要躲着我吗？断尾求生。哼，看来你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弱点在哪儿。雷之律者的力量，怎么会？为什么无法夺过来？想知道为什么吗？很简单，你们太弱了。可恶！你们的支配，说到底只是强取豪夺罢了。但看来，如果遇上比你们更强的力量，那不仅仅是受创，就连支配的全能本身都会被扰乱。准备好了吗？刚才只是测试而已。你们的支配和我的征服，究竟哪一方更强？接下来就是动真格的了。牙医，已经不用战斗了，我带你回圣弗雷亚，大家都在等你，我们一起回到过去，这一次再也不分开了。我不需要回到过去，他也不需要。可恶！我们的力量，我们的玩具，终究是偷来的力量，也不过如此。什么嘛？这样把力量用尽之后，你不也会变得很虚弱吗？你这样还怎么去战斗？我看你现在这样，过不久就会被这个剧场赶出去的，到时候你就再也进不来了。你就等着吧，我们会把你的同伴全部杀掉。你笑什么？你是不会理解的。我早就说过了，基安娜他们无论如何也不会输给你的。这是什么声音？恐怕是外面发生了什么吧。外面是大家，看来他们在和绿者战斗。这样一来，这里停滞的时间也终于开始动摇了。瞧我说什么来着，提安娜？你从来不是一个人。支配之绿者的力量变弱了。准备好了吗，提安娜？我知道了，妻子老师。来吧，我们再走一段路。圣弗雷亚的昨天，仿佛还历历在目。记得你刚入学的时候，嚷嚷着要成为最强的女武神。转眼间，你已经成长了这么多。说实话，我也很想看着你们长大，很想回到圣弗雷亚，继续给你们上课，
陪你们训练，再去黑板上写写字，回房间喝上一杯。在圣弗雷亚的那段时光，也是我最珍贵的回忆。可惜，已经做不到了。往后的路还很长，但我好像没办法再陪你走下去了。不过没有关系，基亚娜，你从不会让我失望。要一直记得，你的身边始终有许多人会一直支持你，守护你，其中也包括我。我的旅途到此为止了，从这里开始，基亚娜，就是你的路了。离开那扇门后，这一切都会消失，对吗？我不知道，但应该是吧。记得带我向圣弗雷亚的大家道别。好。告诉牙医，我支持他的选择，但下次不能对朋友下这么重的手了。我会的。告诉布罗尼亚，我很高兴看见他如今的成长，未来他一定能够成为一名优秀的领导者。我也这么觉得。告诉福华，虽然无法在未来再会了，但无论圣弗雷亚还在不在，他永远都是大家的班长。以后就只剩下德丽莎一个人照顾你们了。你们都要听话一点，不要惹学院长生气哦。最好多帮帮他的忙，别看他爱逞强，实际上比我们辛苦得多。我知道。哦，对了，我记得拉格纳也是丽塔和尤兰戴尔的老师。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把他的遗志也传达给他们吧。没问题。最后，告诉你自己，基亚娜，我会永远在你身边。基亚娜，不要太在意，就把现在当作一场梦。等梦醒了，每个人还要继续向前。不要害怕告别，告别过去，是为了走向将来。我明白的，棋子老师，我都明白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棋子老师。我知道这种时候应该笑着和你告别，应该坚强地走出那扇门。我知道这里只是记忆的残影，现实才是我该回去的地方。可我还是会忍不住想，只要我不走出那扇门，时间是不是就一直不会流逝？这一刻是不是就不会改变？我甚至都没有机会和你说声再见。我明明还有很多话要对你说，那些夸下的海口我还没有实现。这是场梦，梦都会醒的，我知道。我会回去，会打倒千人律者，会带牙医回家。第11律者，第12律者，哪怕是中胭脂律者，我都会战胜他们。我会把这个不完美的故事变成我们期望的样子。
我只是想让你也能看见这一切。我当然能看见，提安娜。只要你希望，我就能看见，因为我就在你心中。你让我想起了自己小时候，在母亲的葬礼上，我哭得昏天黑地，抱着父亲不肯离开，最后只剩下了我和他。过了很久很久，父亲摸了摸我的头，我看向他，他眼中也是红红的血丝。和我不同，他流下的都是无声的泪，但他说没事的，姬子，妈妈会化作星星在天上看着我们。父亲从不会表达这些，连安慰的话语都如此笨拙，但直到现在，我依然相信他说的那句话。提安娜，只要你相信，我就会化作星星，在夜空中守护着你。就算火炬会熄灭，月亮会失去光芒，这不变的微光也会为你点亮前行的方向。所以不要害怕，我没有离开你。成为学生前进的力量，是老师最浪漫的归宿。我知道，一切都会过去，一切都会改变，哪怕这种改变会带走你的整个世界，但没有关系，它也正是天地间最强大的力量，是一种足以为任何人开辟希望与道路的力量。迷茫的时候，就抬头看看星空吧，我愿在那里为你照亮整片黑夜。谢谢你，姬子老师。我该走了。去吧，向前迈出脚步，提安娜，只管大胆前进就好。我会永远祝福你，守望你。毕竟，你是我无量塔姬子的学生啊。姬子老师，很高兴能成为您的学生，能够遇到您，是我的荣幸。也是我的荣幸。去吧，提安娜。再见了，姬子老师。去吧，提安娜。大家都在外面等你呢。我会继续守护你的。虽然是最后一面，但这不是永别。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，你也要再错过群星了。怎么样，挺棒的诗吧？泰戈尔写的。有一个夜晚，我烧毁了所有的记忆，从此我的梦就透明了。有一个早晨，我扔掉了所有的昨天，从此我的脚步就轻盈了。这也是泰戈尔，喜欢的话，出去后找来读一读吧。怎么了，克亚娜？还想听我说点什么吗？止步不前可不好哦。你们可要听话一点，不要再给学园长捣乱了。
不过，你们已经过了捣乱的年纪了吧？在圣弗雷亚上课的日子，好像还是昨天。啊，对我来说，确实是昨天吧。那件红色的新礼服，我还一次都没有穿过，真可惜啊。现在的你们，应该都不用上课了吧？记得以后多帮帮德丽莎学院长的忙，知道吗？虽然他有时比较刀子嘴，但却是最关心你们的。牙医的话，你不用担心他，提安娜，你们一直是最好的拍档。你再不动身的话，就要追不上牙医了哟。我可不是什么故事书哦，提安娜。勇敢前进吧，提安娜，我的心会永远和你在一起。我也会一直看着你们成长的。或许以后还能在梦里相见。对未来感到迷茫是正常的，这没什么。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够了。不过再忙也要好好吃饭哦。但对提安娜而言，应该没问题吧？还记得刚入学时候的训练吗，提安娜？那时我让你们一起上，结果都没赢过我。但现在的话，你们应该都比我还强了吧？再待下去的话，你的同伴可要为你担心了哟。为什么越是到这种时刻，越是会想起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呢？突然有些想念牙医的料理了。我向来只会做些简单的饭菜。不过说到这里，倒是想起以前福华也给我做过一次面。我记得名字叫餐蛋面，是神州的特色吃法啊，好久都没吃到了，还真想再尝一尝。以前在圣弗雷亚，德丽莎总是管我这管我那的，虽然我知道自己当时应该有个老师的样子，不过德丽莎不也总是把零食藏在抽屉最下层的档案袋里吗？不知道她有没有发现被我偷拿过好几次。嘘，不要告诉她哦。好了好了，再说下去，所有人的料都要被我抖出来了。唉，有很多事，总觉得时间还有的是，机会还有的是，结果到头来都没能实现。如果你没有想要做的事，就要大胆去尝试哦。好吧，那就再和你说个故事吧。我曾经听过一个故事，提安娜。一位死去的母亲，生前为孩子写了许多信，让他在每个生日都能收到一封。作为孩子坚强的奖励，他在每封信里都附上了足够买糖果的零花钱。随着孩子越长越大，信中的糖果钱也越来越多。他希望以这样的形式陪孩子长大。就算自己逝去，也能作为一位鼓励孩子成长的母亲，陪他们走过童年。可惜的是，我没时间给你们留下这样的信了。但提安娜，我也能一直陪伴着你们成长。你们从我这儿学会的东西，继承的东西，就是我留给你们的糖果。它会随着你们的成长悄悄长大，成为你们坚定前行的力量。那就是我曾经存在过的证明，也是我会永远陪伴在你们身旁的证明。提安娜，我已经没有什么能教你的了，因为不管前方有怎样的困难，
你都能战胜他们，你都能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我永远相信你。吉安娜，你是我的骄傲。班长，吉安娜醒过来了。吉安娜，没事吧？班长，布洛尼亚，你们怎么在这里？等待，我们当然是来救你出去的。发生了什么？发生了很多事，谢谢你们来救我。等离开这里后，我会全部告诉你们的。但现在，还是先和他们做个了结吧。他们这是怎么了？刚才战斗的时候，他们忽然浑身颤抖地倒下了。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或许是受到了雷之律者的攻击。牙医，牙医一定也在某处，和我们并肩战斗。那之后，他们用理之律者全能构筑的东西全都消散了。普罗尼亚也感受到了，虽然很微弱，但理之律者的力量似乎在慢慢流回核心。牙医的一击大幅削减了人偶的力量，恐怕他们现在已经没有余力来掌握律者全能的支配权了。也就是说，只要能继续削弱他们的力量，我们就能夺回被抢走的全能。普罗尼亚也是这么认为的。那么，要做的事就很简单了，只要坚持到那一刻，就是我们的胜利。伊安娜，没想到你真的战胜了那个空之律者。对，让你失望了。行啊，强啊，真有你的！失去老师的绝望压不垮你，空之律者也打不倒你，就连那些核心也困不住你。好吧，好吧，基亚娜，我承认，你或许真的是一个英雄。我不是英雄，那些带领我、指引我的人，他们才是真正的英雄。我只是在循着他们留下的道路前进，以此铭记他们存在过。是吗？或许确实如此吧，但我们不一样。小心，那股异样的感觉越来越强烈了。我们不是英雄，而你要拯救的这些人，他们也同样不是。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偶，是放弃了挣扎，不知为何而活的失败者。他们厌恶自己的无力与软弱，将之转化成对世界的怨恨。你们代表不了人性，但我们是真实存在于人类内心的阴影，不可言说的丑恶。操纵着这1000个人的，正是千人意志的统合。1000种悲伤，1000种绝望，1000种疯狂，1000种诅咒，想要被毁灭，想要被囚禁，想要被支配。无数的恶意扭曲、结合，
共同构筑了这座支配剧场，创造出了支配之律者。你们只看见人心的暗面，却蒙起眼睛，对美好视而不见。你们支配人类，让他们放弃，但却不曾倾听他们心中的另一个声音。所以，你们只是崩坏的傀儡。我们会摧毁这座剧场，让所有被支配的人拾回自己的心。好吧，基亚娜，最后的舞台已经为你搭好了。来吧，接下来就是英雄与恶意的最终决战了。这里就是最后的舞台。我们来了，支配之律者。傲慢、嫉妒、冷漠、憎恶、贪婪、绝望、放弃。提安娜，小心他们的远程攻击！为什么不乖乖停下？做这种无意义的事有意思吗？我会战斗。你们应该被困在这里，永永远远，直到灰飞烟灭。班长，把班长还回来！别着急，别着急，马上就轮到你们了。决战的时刻到了！天哪，小心！重力反转了，不对，是人偶的线操纵着一切。这个场地从一开始就是他们的领域，支配之律者连这种事都做得到吗？纠缠不休，死缠烂打。哎呀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我会战斗到最后一个。为什么要进行徒劳的挣扎？为什么要进行无意义的反抗？
是想把我困在这里吗？我还要去救班长和布罗尼安，我不会在这里停下脚步。无意义的挣扎，无意义的存在，无意义的生命，消失吧，无意义的世界。我们的意义不是由你来决定的。见到同伴的脸，很高兴吧，提亚娜？这样就没法下手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你看，你又是孤身一人了，都是你的错，让他们都跟着你陪葬。你的存在，注定只能给人带来不幸。不过这也是他们自找的，谁叫他们跟你一样愚蠢、无能，根本没有存在的价值。这里是支配的剧场，千人的舞台。我们是千人的意志，千人的绝望。绝望不会消失，我们不会消失。创造我们的是毁灭一切的是人类自己的恶意。我会战斗到最后一刻。
结束了。什么？绝望不会消失，我们不会消失。你无法改变人心中的恶意，无法改变这个丑陋的世界。提安娜，放弃挣扎。布洛尼，班长。没有绿者的全能，你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弱者。给我放开他们！光耀信念，但无能为力。住手！只是凭着所谓的正义感与善念，到头来都是自我感动。你无法改变人心中的恶意。无法改变这个丑陋的世界。爱着，一点看吧，你是不是保护不了他们？这就是人的末路。我们都是失败者。不，人类都是失败者。我不会向你屈服。他们已经倒下了，你是最后一个。我才不要！他们从来都不会放弃。现在轮到我去做我该做的事，去告诉大家，他们的选择没有错。你的攻击结束了吗？什么？现在轮到我了，没意见吧？为什么还要站起来？再怎么挣扎，我也不会变。提安娜，才不管你说的这些，因为他是个笨蛋，笨蛋不会放弃。发呀！他改变了我，改变了许多人。今后，他还会去改变更多的人。我想见证那一天的到来，所以，我们不会止步于此。你们的理想不可能实现，世界从来都不美好。才不是！
不要放弃，他们指引着我，想我证明这世界没那么糟糕。我爱他们，也爱他们所爱的一切。这把剑连接着我们，它会烧进漆黑的天空，让光照向更远的地方。这就是我和大家的回家的路。Wave goodbye to the past when love was late and a guy the world so shine for me again to soar above this world to remove it away still the void and mighty of the sun the beat to be你们输了。输了。对，我们输了。可是我们输给了什么呢？输给了正义？输给了希望？还是说，单纯的输给了力量？你不会明白的。但我们想去明白，基亚娜。基亚娜，我们真羡慕你。为什么你每次都能赢？不管遇到什么阻碍，你都不会动摇。不论什么绝境，你都能以一己之力化险为夷。我从来都不是一个人。可我们也不是一个人，我们明明有1000个同伴。将你们联系起来的，不是理想，不是理解，更不是彼此信任的心。你们只是为了共同的目的聚集在一起，宣泄同一种极化的情绪。这样的人不叫同伴。原来如此。可是基亚娜，我就再问一句，凭着你们所谓的相信，所谓的同伴，所谓的守护，真的能战胜崩坏吗？我们或许是失败了，可接下来的敌人远比我们更矛盾、更强大。到那个时候，你还能凭着这些虚无缥缈的东西与之抗衡吗？我不会放弃，而且这绝不是什么虚无缥缈的东西，这是人之所以为人的证明。伊安娜，说实话，我都快被你给说动了，真羡慕你们啊！你说的对，我们不过是崩坏的傀儡，将我们联系起来的，只是那些讨人厌的丝线。奇怪，我到底是这哪边的？是因为我快死了，才在想这些奇奇怪怪的东西吗？可是人的恶意并不会消失，伊亚娜，你很快就会明白了。不，你一直都明白，留给你的考验还很多呢。他来了，金色的线已经缠到我身上了。
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一位共同的朋友，一位永远的英雄。我不会陈述他的生平，也不会列举他的贡献，因为这些大家都有目共睹。我只想向大家分享一段和他共同度过的时光。我刚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是女武神冲锋队的一名普通队员。那时的他眼里满是青涩，就像曾经的我们一样。但在一次任务之后，那眼神变了。那时的他面前还有很多条路可走，我只不过是为他多提供了一条。我向他寄出了圣弗雷亚学园的邀请函，可我没过多久就有些后悔了。身为一名教师，他有时上课迟到，有时夜不归宿，有时宿醉不醒。我没收了他一堆东西，堆满了整整一间储藏室。尽管学生们都很喜欢他，我却默默叹气。没有人比他更不像一个老师了。但就是这样一位老师，拯救了自己的学生。就是这样一位老师，教会了我们同伴的意义，战斗的意义，理想的意义，也教会了我们美好的意义。没有比他更好的老师了。妻子，这是一瓶好酒，我收走它的时候，你难过了好久。现在，它该物归原主了。我曾因迷茫犯下错误，曾因恐惧迷失自我。在黑暗中，是你为我点燃了天空；在最寂静的夜里，为我照亮了前行的路。你告诉了我如何前进。姬子老师，你留下的天空依旧清澈。我们会沿着你开辟的道路继续向前。对不起，姬子老师，抱歉，在这种时候独自来见您。您的教诲我一直铭记于心，这也使得我的选择更为坚定。您告诉过我，该如何守护一个人，该如何贯彻自己的人生，而我也那么做了。比起言语，还是以行动向您证明会更好吧。谢谢你，姬子老师，能够成为您的学生，
是我的荣幸。有什么事？支配之律者被消灭了，我知道。他的核心消失了，下落不明。但我今天不是为此而来。你想问什么？当我用律者的力量与人偶对撞，我的意识被带向了一片难以名状的空间。那里应当是律者全能的根源之地。我感到有一个无边的意识笼罩着那里。那意识似乎想把什么直接灌进我的脑内，但这种尝试却被我体内超额溢出的电磁波阻挠了。凯文，这让我产生了困惑。如果那个意识就是所谓崩坏的神明，他真的会仅仅因为这样的原因就无法影响自己的使徒吗？从上个世代战斗至今的你，前文明最后的英雄，不可能对此一无所知。你究竟还有多少秘密没有告诉这个世代的人类？我需要一个回答，就现在。没问题。现在的你有那个资格。什么？寻求答案的资格。凯文，凯文，你可真爱给人添麻烦呢。